前世江雪宁到底有啥魅力，竟引得4个男人1个女人为她彻底疯狂。虽然今生江雪宁与谢薇的感情线也很好磕，但前世的全员疯批文学显然是更带感。毕竟前世的宁宁那可是引得4个男人为她哐哐撞大墙的。第一世的江雪宁对后卫一直是野心勃勃，为此抛弃了青梅竹马的嫣琳，冒充姐姐勾引沈介。而前世前夫哥虽知道手帕姐是江雪慧，但还是顺水推舟娶了宁宁。他知道江雪宁想入主宁安宫，所以为他弑兄夺位，甚至死前都想给宁宁寻条生路，将遗诏与传国玉玺留给了江雪宁。不得不说，前夫哥你别太爱了呀。但第一世的江雪宁对沈介只有利用之情，所以得到后位后想的也是维持自己的权势，要不是后面薛叔威胁到了他的地位，他根本就懒得搭理皇上。而第一世的谢薇虽然和江雪宁在原著中并没有太多的感情线，但娟儿在知道宁宁被嫣琳欺负后，就送给了她一把刀让她自保。但江雪宁误会了娟儿的用意，用这把刀自尽了。谢薇在宁宁死后也感觉生活无趣，所以也用同一把匕首自杀了。第二世的谢薇真的是把醋坛子时时刻刻带着，时不时就拿出来泡一泡。江雪宁和张遮深情对视，他搁旁边吃醋，看着宁宁对张遮满眼粉红泡泡，看到自己后瞬间变脸，那醋坛子更是彻底打翻了。虽然江雪宁因前世之事对他一直抱有芥蒂，但后面谢薇真的狠狠地诠释了啥叫苦果亦是果，不管不顾的强行吻上了宁宁的唇。虽然张遮在江雪宁心中一直是清冷正直的形象，但第一世的张大人也是疯批的不要不要的。他本一身清正，却为了娘娘的一句张遮你帮帮我而心甘情愿地为他锒铛入狱。但要说第一世最疯的绝对是嫣琳。前世的燕小侯爷冠礼全家被屠，又得知心上人为了权势抛弃自己后直接黑化，后成了反贼统帅，联合谢薇杀进皇城。对于江雪宁这个前朝皇后，她将人软禁在宁安宫，还频繁夜探宁安宫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出来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就不方便展示了。与嫣琳一样由爱生恨的还有乐阳长公主。第一世的沈芷依初遇江雪宁是在灯会上，那时宁宁女扮男装，让公主一眼万年，但后面得知心上人居然是女子后，也恨上了她。拜托宁安如梦能不能和周生如故一样，把前世单独拍一部啊？全员疯批真的很带感。第二世的陈皮居然娶了弟媳。要说宁安如梦最大的女反派是谁，那薛叔一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。第一世的薛叔进宫做了沈介的皇贵妃，靠着自己娘家定国公府的势力与姑母太后的偏心，一度让身为皇后的江雪宁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因为她才是太后心中最配坐上皇后之位的人。当初沈介选妃，若非沈介的坚持，那登上后位的绝对不是江雪宁，而是薛叔。甚至到了最后还能获得协理6宫之权，基本上与江雪宁这个皇后平起平坐。但重来一世，薛叔过得却不如上世那么风光。沈郎虽然他还活着，但太后与其背后的薛家早就打算扶持沈介上位。为了保住薛家的尊荣，太后与上一世一样，想撮合薛叔与沈介。薛叔自然是明白姑母的算计，所以对手帕哥那叫一个势在必得。而江雪宁意外露出的手帕，却让他发现了这个劲敌。为了除掉眼中钉，薛叔策划了一场自调案，但因为张遮的掺和，不仅没有除掉宁儿，更是被他发现了自己的小心思。江雪宁为了恶心薛叔，利用公主将正主江雪慧送进了宫。至此，薛叔才发现自己真正的敌人。但他上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出手，不仅将手帕真主人带到了沈介身边，更是得罪了江雪宁这个刺头。所以薛叔为了对付江雪慧，便故技重施，又打起了舆论战，想搞臭江大姑娘的名声。而第二世的江二为了如何改变上一世沈芷依和亲惨死的命运，就设计让死敌薛叔代替公主和亲。而这也让薛叔自乱阵脚，在宁儿等人的运作下，和亲之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因此薛叔也成了薛家的一枚废棋，就连一向疼爱他的太后都默许了薛叔和亲之事。为了给自己搏一条生路，薛叔不顾薛家脸面，对沈郎自荐枕席，
跑去了人家的寝宫出卖色相，更是借着抹黑宁儿之事激怒江家，使其上书弹劾薛家，以此来巩固沈郎的皇权。而他在皇上寝宫春风一度后，也成功成了贤妃娘娘，但这也使得他的名声臭得不能再臭了。为此太后大发雷霆，沈芷衣更是跑去赏了他一巴掌。但薛叔不明白，无论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的姓氏就是自己的死罪，所以最后也是难逃一死。